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说到癌症，大部分人都很恐惧，由于其治疗的难度大，影响广泛，因此许多人才会谈癌色变。如果可以去了解癌症的诱发原因是什么，做好预防措施，同时又保持良好的习惯，严重的疾病才能够远离。另外，不少癌症患者不敢吃花生，觉得吃花生会促进癌细胞的转移，这是真的吗？癌症之所以治疗难度大，主要原因是癌细胞容易转移扩散，到了中晚期可能不止一个地方癌变。而花生属于常见的食物，可以为人体提供维生素、不饱和脂肪酸、蛋白质、脂肪。适量的吃花生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物质丰富。那么吃花生真的会导致癌细胞扩散吗？2014年，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，癌症患者频繁的吃花生，可能会导致癌细胞扩散速度加快。研究人员表示，作用机制主要与花生的凝集素有关。凝集素是花生中的一种碳水化合物结合蛋白，约占花生重量的 0.15%。摄入花生后，凝集素在血液循环中出现，会增加癌细胞对血液血管内皮的异型粘附，使癌细胞更容易的粘附在血管上。同时，凝集素还可能促进肿瘤细胞同型聚集物的形成，使癌细胞形成小团块，加快癌细胞的转移和扩散。因此，研究人员得出，癌症患者经常的食用花生会对生存期造成不利的影响。然而，对于这项研究结果，不同科学家却有不同的看法。进一步的试验发现，在摄入大量的花生1小时后，小鼠血液中的凝集素水平才比较高。换言之，平时正常的吃花生产生的凝集素浓度较低，是不会对身体产生危害的。只有在非常频繁而且大量的食用花生后，才可能会增加癌症转移扩散的风险。但很少人会一次性的过量大量的吃，因此不用担心该问题。在营养价值上，花生也有超高的性价比，很多的研究都证实了，平时吃点花生对于不少的慢性病都有好处。那么吃花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什么的益处呢？一、保护心血管。中风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指出，花生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。这是针对7万多名中老年人随访15年的结果。与不吃花生的人相比，每日食用4到5颗花生的人，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下降 13%， 中风的风险下降了 16%， 脑梗风险下降了 20%。 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，花生含有不饱和脂肪酸、膳食纤维等，适量的食用后，这些营养素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、甘油三酯的水平，维持血管壁的弹性，促进血管扩张，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二、逆转代谢综合症。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称，花生替代等能量的精制谷物制品，可以在不增加体重的情况下，显著地提高代谢综合症的逆转率。所谓的代谢综合症，是指人体发生代谢紊乱的病理状态，比如腹型肥胖、血糖偏高、血压偏高、甘油三酯偏高、高密度脂蛋白、胆固醇偏低等，而它们是导致2型糖尿病、高血脂、心血管疾病等的危险因素。三、养胃。花生中所含有的脂肪与蛋白质可以中和胃酸，并且生花生的脂肪也可以刺激小肠黏膜分泌肠益胃素，从而抑制胃酸分泌。加之生花生富含磷脂，其乳化润滑作用也可以保护胃黏膜，所以平日里有胃酸分泌过量的人，可以适当的生吃一些花生来缓解不适。吃法：早上起来空腹搅10颗的生花生，一直搅到很细，然后本能的吞咽动作就把细碎的花生浆咽下，需长期坚持才有效果。四、润肺清痰。中医食疗认为花生入肺经，
因此对于肺燥所造成的咳嗽、咳痰、咳喘，都可以适量的使用一些花生，通过滋补肺经，能够达到明显的润肺化痰、止咳止喘的功效。5. 增强记忆力。花生中的卵磷脂、不饱和脂肪酸这几种成分，想必大家并不陌生，这属于典型的健脑益智的成分。核桃、鸡蛋等食物中也富含此类食物，这些成分的摄入对于脑部的健康有益处，还能够促进记忆力的提升，以及延缓身体衰老的速度，预防患上老年痴呆症等的疾病。3. 吃花生的健康三字诀。花生的好处多，但是怎么吃很关键，下面都是你需要注意的点。1. 量，每天1小把。花生的脂肪含量很高，建议每天吃1小把，也就是15到20克左右就够了。2. 类，3类花生不建议吃。1. 发黑发苦的花生。发黑发苦的花生多为霉变花生，而霉变花生中可含有致癌物质黄曲霉素，即便煮熟也无法分解，因此吃霉变的花生会增加肝癌患病的风险。2. 盐焗花生、甜花生。花生经过盐焗和加糖衣等的做法后，虽然口感更佳，但同时热量也增加了不少，而且也会导致花生糖分和盐分增加，吃多了反而对健康没有好处。3. 油炸花生。油炸花生是常见的下酒菜，但花生经过油炸后，不仅热量高，本身的营养成分也遭到了破坏，吃多了还更容易的上火，而且油炸过程中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，所以花生最好还是水煮、醋泡等的方式更合适。3忌不宜吃花生的人群。1. 高尿酸痛风患者。花生中所含的嘌呤较高，基本每100克的花生就有 96.3 毫克的嘌呤，因而不适合体内尿酸高的人吃。2. 肝胆疾病患者。花生是需要经过胆汁的帮助才能够被消化和吸收，对于肝胆疾病的患者而言，胆汁分泌不足或者是肝功能受损，都会阻碍花生的消化和吸收，还可能会引起腹泻、消化不良、便溏、滑肠等问题。3. 慢性肾病患者。花生是一种高蛋白的食物，而人体蛋白质的代谢、重吸收均由肾脏来处理，所以对于肾病的人群来说，肾小球过滤功能受损的情况下，吃多了花生无疑会增加负担，或可能会导致蛋白尿的产生，加重肾病。4. 油脂分泌旺盛者。花生中含有大量的磷脂，若油脂分泌旺盛者吃太多的花生，就很可能使毛囊油脂分泌增加痤疮、脓疱等皮肤问题发生几率。5. 对花生过敏的人群。对花生过敏的人群避免食用花生，以免引发过敏，造成身体不适。总之，虽然大量吃花生会加快癌细胞转移的速度，但是并不能以偏概全。癌症患者并非完全的不能吃花生，只是要少吃，掌握好吃花生的量。因此，只要癌症患者的身体允许，并且每次适量的吃花生，就不会对身体造成负面的影响，并且正确的吃花生，或许对身体还有一定的益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